大家好，欢迎收看趣味不正经，我是你永远猜不出隐藏款的朋友。今天这期我们来聊一个无比可爱却也无比诡异的东西——盲盒。对，盲盒，你以为它是玩具，其实它是披着潮玩皮的老虎机，是你钱包的噩梦，是你房间的负担，你精神世界的糖衣炮弹。本期内容送给所有说着我就买一个的人，和所有后来发现家里已经堆满一整柜的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泡泡玛特，可能是某个商场的门口，看到一堆人围着一个玻璃展柜，里面完全是小人偶，颜色鲜艳，动作怪异，乍一看像迷你版的蜡像馆。凑近一听，还能听到有人说：啊，我就缺这一个隐藏款了，靠，我又抽到了同款，第4个了。那一刻你可能不以为意，但你不知道，这个叫泡泡玛特的公司已经靠这些小塑料人干出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不是开玩具店，它是把玩具做成了消费陷阱。2020年泡泡玛特上市，市值一度破1000亿港元，媒体一顿彩虹屁，说什么重新定义年轻人消费观的中国原创潮玩崛起，听起来像是文化产业、潮流经济、娱乐消费的新范式，其实说白了，他干的是低成本制造、高情绪利润的游戏生意。我们来看看它的核心产品盲盒。所谓盲盒，就是你买一个盒子，不知道里面是啥，可能是喜欢的款，也可能是你已经有重复的款，但万一抽到了隐藏款，你会爽到原地起飞。这听起来有点眼熟，对吧？是不是很像手游抽卡、老虎机开奖、跳蚤市场淘股东？对，泡泡玛特的盲盒就是这么一个披着玩具外衣的轻量赌博机子。这背后有一个心理学名词，叫间歇性强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奖励，所以你会不停地尝试，直到尝到甜头，然后上瘾。废话不多说，我就不相信我开不出来隐藏。切！第一个先猜贵的，把这3个给我拿走。一个，呀，它叫什么名字？黄啾啾。第二个，哎呀，蓝猫猫。隐藏。哎呀，粉嘟嘟，你想要隐藏？哎呀，紫克拉星！哎呀，红嘟噜嘟！最后一个了。绿莹莹。还是很开心的。下一段，坐，断一下。哇耶！小蛐蛐眼，可爱了吗？当。下滑。委屈屈，哎，他是不是委屈？他是委屈不？他眼巴巴委屈，管他是谁呢？来拿着。这么点儿。哎呀，他粉眼珠，这好看呢，这给我留着，不给你们了啊！你吓死我呀！哎呀，紫不溜丁，脸能不能朝前？一会儿再给你们看。一人一个，来，一个，1、2、3，开始！哎呀，我的！哎呀，粉嘟嘟，紫莹莹，蓝妈妈，来，再来一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1、2、3，开始！小绿没有，加油！我就死，紫不溜丁，灰不溜丁，绿垃圾，黄不垃圾。我这儿太大声了不？求求了，求求了！我没有了。
呦，对了，我还有个单独买的没拆，还有最后一个，如果猜不出来那就算了，如果万一他是的话，我就很开心了。来，3、2、1，一个隐藏也没有。这就是赌场拉霸机的原理。拉霸机又叫老虎机，就是概率加心理学加视觉诱导的综合产物。看上去是随机的，但这种随机呢，其实它是被精心设计过的。每一台拉霸机都有预设的 RTP， 通常是线下赌场的 85%到95%， 在线的老虎机可能到 97%。意思呢，就是说你投100块，理论上能拿回85到95块，但这个是长期的平均值，短期可能会让你赢几千，也可能几分钟输光。同时呢，老虎机的设计参考了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比如不规则的奖励机制，这是最容易让人沉迷的奖励模式，和赌博、社交软件刷点赞是一个套路。正反馈机制，赢了就播放庆祝的动画，输了啥都不说。久而久之呢，你只记得赢的快感。拉霸机是数学上的陷阱，情绪上的毒品，钱包里的漏斗。它不是靠运气赢钱的工具，而是赌场设计用来温柔收割的武器。而泡泡玛特同样是把这种原理装进了59块钱一个的小盒子里。谁能 Ready, set, go. Go. You got the secret! Oh my god! Yo, you got the secret! No way! Go. Who do we have? Oh my god! Oh my god! What is it? Is it the secret? Oh my god, it's the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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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抵抗？你自以为是精致生活，其实呢是算法级别的上头工程。让我们模拟一下一个普通消费者是怎么被泡泡玛特套牢的。第一步，好奇。你路过门店，看到展柜里的 Mori 一脸高冷，穿着星空裙、飞行服、哥特装，突然觉得还挺可爱的。于是你掏出59块买一个，拆开发现是个穿西装的小猫蕊，你心想挺酷的，要不再买2个？恭喜你，第一层诱导完成。第二步，收集。你发现盒子背后有全系列的图案，12个常规款，1个隐藏款，通通长得不一样。而你这个人呢，有点收集的爱好，看到空的就想填满，那种我都买了2个了，不如买齐一套的心情开始泛滥。你就像打游戏看到成就进度条没满一样，心里痒痒的。第三步，读隐藏。这时候你开始想，我都买了5个了，万一我再买1个就抽到了隐藏了呢？然后你买了第6个、第7个、第8个，不但没抽到隐藏，还开始重复。你一边骂街，但你还是没有停。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为了喜欢再买，而是为了完成赌中赢一次再买。情绪完全被套牢，理性直线下降。第4步，进圈层。你开始加入小红书的抽娃分享群，每天看看别人抽到了什么。你发现有人一发入魂，视频点赞几万，评论区羡慕疯了。你被诱惑，你也想成为那个幸运儿，然后开始自己的开箱图，不小心被点赞了一下，你觉得我也行啊。从此你不仅是消费者，还是传播者，是免费的宣传员，是下一波用户的榜样。泡泡玛特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光是卖给你，还能让你替他卖给别人。社交平台是他的第一臂款，小红书、抖音、微博
充满了盲盒的晒图。我抽到了，我复刻全套，隐藏款到手，成了日常内容。视频剪辑配上哭泣的音乐，激动的尖叫，手抖的镜头，情绪拉满。你以为你在刷短视频，其实是被灌输了这东西值得拥有的暗示。二级市场是第二壁款，你抽到的隐藏款，如果不喜欢，能转手卖到几百上千。比如骷髅熊猫某隐藏款市场价高达2800元，小黄人联名系列的稀有款一部被炒到了10000元。闲鱼上炒货代抽合盒主套产业链完整的像房地产。有些玩家干脆不自己抽，专买隐藏款收藏。有人说这叫投资艺术品，但别忘了，这本质上可是一堆成本10几块的塑料制品。我们来看它怎么赚钱。成本，一个盲盒成本不到10块，售价59到89元起步，毛利率超过70%。IP 模式，多数形象是买断的设计，公司拥有 IP 版权，反复的套皮换装炒联名。发售机制，一套12款，每盒随机加隐藏机制，强迫你多买才能买。门店加自动售货机，线上线下上千家门店加机器人售货机，扩大渗透率。海外市场，出海至日韩东南亚，盲盒玩法风靡全亚洲。这背后不是在卖玩具，是在卖消费仪式感和心理上瘾机制。一句话总结，泡泡玛特的利润是用你对可爱的信仰和收集欲望换来的。泡泡玛特的主要用户是谁？95后、00后女性为主，占比超过70%。1、2线城市的白领、学生群体，社交平台活跃，有收藏欲和情绪表达需求，而这些人正好是最容易被情绪刺激加社交认同驱动消费的人群。泡泡玛特正是给你一个买得起的成就感。你在现实里不被老板重视，不被男友宠爱，不被社会善待，那就去买一个隐藏款，哪怕5个小时只换来一声哇你抽到了，你也觉得很值得。这是一种微型的幸福幻想的实现方式，看起来很可爱，其实是极致的消费主义精算产物。讲到这里，你可能想问，那泡泡玛特是不是还能一直这样活下去呢？现在看来未必。2023年起，已经有迹象显示泡泡玛特的热度在下滑，用户频繁反馈抽中重复款太多，社交平台内容趋同，审美疲劳明显。二级市场价格波动大，不再稳赚不赔，越来越多的玩家断盲，发长文说再也不买了。媒体甚至出现了盲盒后遗症专题，人们开始反思，被一个个小盒子控制消费行为，真的值得吗？泡泡玛特的市值也曾经腰斩过，商业模式是否长久开始被质疑。我们最后总结一句话，你以为你在抽隐藏款，其实你在抽自己的时间、金钱、注意力和情绪波动。你永远不知道盒子里是什么，但你得一直打开它才能感觉活着。这不就是消费主义的本质吗？泡泡玛特最成功的不是做出好产品，而是让你相信这个东西你必须有，不然你就落伍、缺憾、不完整。他把一个塑料玩意儿变成了心理地图上的一块拼图，你不补就焦虑。他的隐藏款不在盒子里，而在我们内心的永远想再试一试。我们不是不该买，而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买。我们当然不是说盲盒罪大恶极，泡泡玛特十恶不赦，想买就买，喜欢就买，感觉享受就买，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买是因为你怕错过，你赌运气，你想补成就，你觉得别人都有我不能没有，那么你可能并不是在买东西，而是在交心理税。愿我们都能在消费时清醒，在拆盲盒前问一句，这是我想要的，还是他们
想让我要的。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3连支持。我们下期继续一本正经的搞点不正经的分析，我们下期见。